那我走喽。嗯，盛先生，怎么了？等你有空的时候记得告诉我，我再请您吃饭。回去吧，太晚了，天凉。嗯，那盛先生晚安。盛总，这是舒小姐这个月的消费账单。舒小姐一共消费了124万，都以您的名义签了单。那是什么？啊，这是花秘书托我转交给您的。第一次见还钱还的这么起劲的。花秘书说非常感谢您的帮助，这笔钱他会尽快还的。谁要他尽快还了？也不知道是怎么省吃俭用才挤出来的。2万，还不够买舒心那些包上的一个5金扣。明明有更容易的方法，非要这么辛苦攒钱还给我吗？真是个死脑筋。盛总，你说。实验组那边总结出了一套有关靶向药研究进展的最新方案。几年前 ，X 控股的实验室公开了他们利用溶媒体途径实现蛋白靶向降解的 LITEC 技术，而我们的研究方向是基于该技术，尝试开发出适用于信息素腺体癌的自噬靶向嵌合物降解技术，可惜一直没有成功。X 控股依托细胞自噬途径，研发出了 VOLTEC， 还研究出了更先进的 ATAC 靶向降解技术。这2项技术是他们在信息素腺体癌靶向药研发过程中最关键的绝密技术。从本质上来说 ，X 控股是这项技术的发明源头。我们想要后来居上，在技术和人才方面都有很大的缺口。而 HS 拥有 X 控股绝密技术的独家授权，那么他们就相当于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，在看世界。盛总，我们要不要考虑从 HS 集团挖人？高薪之下必有勇夫。这很难。沈文郎是个惜才的人 ，HS 集团的股权激励制度不比盛放生物差，哪怕花了大价钱，挖来的也只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人，还打草惊蛇，得不偿失。先观望吧。盛总，要不要试着从花勇入手？我听说他虽然入职不久，却很受沈文郎的重用。沈文郎连董事会决策会议都带着他。重用？真受重用，怎么会连妹妹的医药费都付不起？笨得要命。商业间谍之类的冒险活动，还是算了吧。盛先生，有收到我还的2万块钱吗？盛先生，你在干什么？怎么感觉偷偷摸摸的？在同沈总开会。这么晚？哼，沈文郎挺会用人的嘛。
钱给的不多，活倒是拍得挺起劲。盛先生，我今天还的钱您没收到吗？什么钱？就是我让陈秘书帮我转交的那个牛皮纸袋啊。哦，那个啊，您收到了吗？没有。有还了吗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怎么会？陈秘书明明答应会帮我转交的。花友，你几点下班？还要半个小时。电话里说不清楚，我正好顺路接你下班，一会儿见面说。嗯，好。愣着干嘛？上来。盛先生，那个钱……哦，那个，陈品明刚给我发了消息，说他下午忘了给我，明天上班再转交。太好了。哦，对了，下个月我拿到薪水，马上还下一笔钱给你。不必了，你半年还一次就行，还多少你自己看着办。那点钱对我来说不算什么。可是什么？你妹妹不是还需要后续治疗吗？你以后花钱的地方还很多，都还给我，拿什么去给你妹妹治病？难道再哭着求医生宽限些时间？谢谢盛先生。还有，嗯，你很热吗？脸怎么这么红啊？哦，我不热。对了，盛先生，嗯，我能加你个微信吗？可以。谢谢盛先生。走吧，我送你回家。盛先生，谢谢你送我回家，回去路上小心哦。嗯。哎，你是106新来的租客吧？这么晚才下班啊？是啊。刚才那个送你回来的是你朋友吧？这么晚了还送你，人蛮好的嘛。是啊，他是挺好的。看不出来嘛，你有钱的朋友还挺多的。上次啊，来给你搬家的那个，看起来就是很有钱的样子。盛先生好，我是花勇。盛先生，到家了吗？
你看一下这边的方案。各位主管，以上是我们今天的会议总结。我们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，大家先回去忙自己的事情吧。好，走吧。在公司了。早上好，盛先生。我今天早上烤的小饼干，请跑腿送到了您公司前台。不知道你喜欢什么口味，所以做了原味的。希望你不要嫌弃，也希望你会喜欢。你去前台帮我拿一下，有送给我的饼干。饼干？盛总，您平时不是不爱吃甜食吗？偶尔吃2块也好。好，那我一会儿给您送到办公室。这是今天的第2批成品。第1批烤的时候，由于没有很好的控制温度，所以有一点焦。不过没有浪费，我全都吃掉了。焦掉的饼干还是不要吃比较好，会致癌。不会啦，我有注意把焦的都吐掉。有人说，人类的感情和肌肉一样，都是可以被训练出来。而训练的方式，就是不停试探对方的底线，并在他做出退让后，给他一点甜头。倘若一个不爱吃甜食的人，开始愿意为了你忍耐甜度，那一定是爱情即将发生的征兆之一。救命！闹钟设置错误，起床起迟了，又坐反了地铁，跑到公司正巧迟到1分钟。再见了，我的全勤奖。今天来看妹妹，做过手术之后，她的病好多了，希望她快快好起来。她的嘴巴很坏，但是心比云朵还要柔软。谢谢你了，我的 X 先生。怎么什么都要发朋友圈？笨蛋，又不是小学生。饼干呢？连续1周都没有饼干。是华勇同学小学作业太多了吗？饼干最近的出席率下降严重，是面粉厂倒闭了吗？盛先生，早上好。抱歉，昨天很累，很早就睡着了。最近有点忙着加班和搬家。盛先生呢？在去公司的路上了吗？你最近怎么不做饼干了？对了，盛先生，我最近准备搬家，之后可能要暂住在朋友家，用人家的厨房做饼干不太方便，
所以短期内都没法送饼干了。哪个朋友？你搬什么家？哦，我之前住的那片区域要棚改拆迁了，房东限我3天之内搬家。什么时候的事啊？上个礼拜。那你现在在哪儿？朋友家。市中心的房子太难找了，我跟着中介看了好多房子都没有合适的。房东已经换了锁，说我什么时候能搬，他就什么时候去开门。对不起，盛先生，你的饼干可能只能等我搬好家再给你烤了。花友，你怎么这么好欺负啊？对我的时候可不是这样。房东不肯开门，你就不进去，全家户的锁匠是死光了吗？盛先生，房东没有同意，我怎么能随便就找锁匠呢？盛先生，不要教坏小朋友啊！那小朋友，你的租约呢？租约已经到期了。房东也不用再跟我续约，也没有继续收我的钱。不过我还有押金在他那儿。只是没有按时搬走，估计押金也拿不回来了。拿不回来就算了。我有一套空着的房子，就在你公司附近，你要不要租？盛先生的房子应该很贵吧？不贵，反正我平时都空着，收你3万好了。4个房间，含物业费，带2个车位。花友，你要不要？盛先生，太贵了，我租不起。那你预算多少2000，一周吗？1个月。好？2000就2000，我一会儿把地址和门禁密码都发给你。你今天下班就搬，我去接你。啊？这怎么行？怎么不行啊？ 3万到2000也差太多了吧？房子空在那儿，每个月也要请阿姨清洁，你搬过去可以帮我打扫房子，就用来抵房租好了。这也不够啊。公司有个基地，离那里很近，我偶尔下班很晚去那儿过夜。到时候你帮我煮个宵夜什么的，用来抵剩余的房费好了。这不太好吧？怎么不方便？还是说怕我未经允许对你做点什么？不是，盛先生的人品我信得过，只是这样一来我就欠您更多人情了。不太好。有什么不好的？债多不压身，你领情就行。花友，你要不要？欠你朋友人情也是欠，不如欠我一个人的，以免小学生记账太麻烦。谢谢盛先生。不用谢，一会儿把地址和密码给你，下班去接你，帮你搬家。租几天就又不租了，才搬来又搬走了。你们这些年轻人啊，真不靠谱，也就碰上我才给你折腾。要是不讲理的，根本就不理你们。怎么好意思让盛先生特地开车绕路来接我呢？我已经坐地铁回来了，一会儿见。我听邻居说啊，你老是3更半夜才回来，而且送你回来的和接你出去的还都是不同的有钱的 Air 法。哎呦，小花，你听我一句劝啊，你年纪轻轻的，你别不学好啊！就算长得再好看，也不能老是勾引 Air 法。请问，交接好了吗？哎，你这是什么态度啊？吵死了！哎，我在和你说话呢，你一直在玩手机啊？填个数字，然后闭上你的嘴。如果收了钱还管不住嘴的话，那我就只能让你永远消失了。
好了，不早了，我先走了。盛先生，这里会不会太大了？人家都是嫌小不嫌大，怎么你还嫌大？我觉得这里月租应该不止3万。别管那么多，反正平时也都是空着。谢谢盛先生。行了，别谢了，我耳朵都要起茧子了。早点休息，我先走了，晚安。盛先生晚安。什么事？我为什么要去参加那种宴会啊？江户新商会会长上任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哦，那你让主办把你我还有盛少游安排在同一桌。我知道了。哟，盛总，张会长，哎呀，欢迎大驾光临呐！你是我们江湖2代圈内接班接的最好的人，早就想找个机会和你好好认识一下。张会长客气了，张会长才是江湖商界响当当的人物。我爸以前就常和我提起，说有机会要多向您学习。客气，您的任职宴会，我是怎么都要来的。谢谢谢谢。花秘书，没想到在这儿能见到你。怎么，你们认识？哈，上次少游带着花秘书参加过另外一个朋友的聚会，所以见过。哦，哼，看来花秘书的业余生活还挺丰富的，居然有空去参加和我们有竞争关系企业老板的私人聚会。不是的，沈总，我没有和盛先生说任何有关于工作上的事情，而且上次是他帮了我，不必解释。哎呀，花秘书，怪我多嘴，我自罚1杯。文郎总放心，我和花秘书是私人时间参加了私人聚会，和贵公司的公事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不过，如果文郎总实在不放心，也可以把花勇开除了。正好，我们公司的秘书部常年招人。盛先生，邵游总过奖了，邵游总身边人才济济，不仅有能干的陈品明陈秘书，还有像这位小姐一样漂亮的 Omega 作陪，哪里还用得上花秘书？我看花秘书还是在 HS 比较有发展的空间。原来他就是花勇，本人长得比照片还要好看，怪不得少游没事就爱看他的朋友圈。欢迎各位，沈总，非常感谢你今天来给我张某人捧场啊！来，我们一起喝一杯。抱歉啊，赵会长，我今天有些感冒，刚吃了药。这是我的秘书花勇，今天的酒只能他替我喝了。这不好意思，张会长，沈总今天的确不太方便喝酒。哎，那好吧。不过你是晚辈，又是下属，你和我喝得2杯算1杯啊。来。
谢谢张会长抬爱。我一会儿还有事，你自己先回去。沈总，一会结束，需要我送您回家吗？不必了，你先回去，我等会儿送花秘书回家。各位，我等会儿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有机会我们常聚。哎，张会长，常秘书，这位呢就是盛放生物的盛少游，盛总。盛总，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常宇，常秘书，这可是江户社交厂的稀客呀。常秘书可是 X 控股董事长办公室的负责人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这不，他刚刚和我说啊，想跟你见见面，认识认识。我这立刻就把他带来了，因为你们啊都涉及到同一个领域，肯定有许多共同话题。你们聊聊啊。常秘书，幸会。幸会，盛总。早就听说江户出了个年轻有为的企业家，今日一见，名不虚传呢。谢谢。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。盛总来了。喂，盛先生，我手机调成静音了，刚刚才看到。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你到家了吗？到家了。对了，盛先生下周想吃什么口味的饼干啊？怎么不说话？难道是想来家里和我一起做？盛先生，看呢。盛先生，送人的饼干还让人一起做，花秘书到底有没有诚意啊？对盛先生，我永远有诚意。诚意呢？拿出来看看。
诚意够吗？盛先生早安。早。中式早餐。我最讨厌大清早吃小笼包、粥，还有面条。哦，因为我不知道盛先生喜欢吃什么，所以就随便准备了一点。昨晚睡得好吗？那个粥跟面条是我自己准备的，然后小笼包和配菜是外卖，你快尝尝看好不好吃。盛先生，昨晚你睡得好吗？我睡得不太好哎。为什么？你说呢？因为替沈文郎挡酒，所以宿醉失眠了？不是，是因为心跳得太快了。是吗？这辈子都没跳得这么快过。这样就睡不着了，那以后怎么办？以后？是啊，以后怎么办？盛先生，要是将来和你谈恋爱的话，我会不会得心脏病啊？为什么是将来？花友，现在你把我当成什么？像驯服动物那样驯服爱欲，让它吃讨厌的食物，讲他吻喜欢的人。进。盛总，这是我们合作供应商的名单，请您过目。上次我们参加技术会议时，利穗科技的销售总监喷了最知味的香水，所以我特地把利穗从我们的供应商名单里剔除了。不必。利穗科技的分离纯化设备我们用了10几年，用不着为了一点小事换供应商。好的，盛总。对了，人事部门刚提了最终的问询。A 组实验室的陈科上周没按流程擅自离岗，要做免职处理吗？扣除本业绩效，留岗查看。好。盛总最近的心情好像特别好。
盛先生，你从一进门的时候就在忙着处理工作，吃晚餐的时候也一直在回消息。现在要不要吃点水果？中场休息一下，让眼睛放松一下。沈总，现在？哦，好的。盛先生，沈总让我现在去公司给他送趟文件，我出去一下，马上回来。几点了？哪个正经的 Omega 这个点去给别的 Alpha 送文件啊？还有，我给你个建议，每晚12点以后，你都不能管其他 Alpha，只能管我。你每天下班回家，身上沾的都是沈文郎的味道，怎么到我这里就碰都不能碰了？盛先生，我是沈总的秘书，待的时间久了，沾上气味也是难免的。如果你介意，我以后一回家就会洗澡，但你不要说的我好像……我也没说你跟他有什么关系啊，但你干嘛每次都不让我碰？我有性激素紊乱症，还在治疗期。医生说禁止亲密行为，除非什么？没什么。花友，怎么可能没有什么？我要听实话。除非您愿意永久标记我，我只能跟愿意永久标记我的 Alpha 上床。永久标记意味着独占伴侣，我当然知道这是不可能的。盛先生，其实我没有那么贪心，现在这样就已经很好了，真的。行了，不做就不做，别想那么多。盛先生，今晚公司安排员工聚餐，我又得晚点回家。
整整1周都早出晚归，不知道在搞什么东西。什么时候回来？邵总，来天地会陪我们喝2杯吧？你都1个月没出来玩了，再这么下去，我都快忘记你长什么样了。没空，不去。不要拒绝的这么干脆嘛！你到底是怎么了？那个兰花贝的 Omega 究竟有什么魔力，让你为他守身如玉？快来啊，别见色忘义哦！知道了。哇，好帅啊，好像是 S 级的。自信点，把好像去掉，就是 S 级的 Alpha。哎，少游，感觉上次叫我们少游总是上辈子的事情了啊！确实很久没见了，今天怎么看起来有些不高兴啊？我干嘛不高兴啊？少游，你该不会是和那个兰花味的 Omega 吵架了吧？我为什么要和他吵架？没不高兴就好。来，我们3个人好久没见了，今天不醉不归，多喝点。来，一起干了！来，干了啊！去给盛总拿瓶皇家礼炮，再叫几个能喝的 Omega 过来陪着热闹一下。好的，志总。黄秘书，盛总就麻烦您照顾了。那我先告辞了。晚上去了哪儿？聚餐怎么样？去了一家韩国料理店，很吵，不怎么好玩。盛先生呢？晚上这么晚回来，是去哪里玩了？我去哪儿？和你有什么关系？和我无关吗？
这么浓的 Omega 味道，我隔着门都能闻到。盛先生，你是被 Omega 标记了吗？这么浓的 Omega 味道，我隔着门都能闻到。盛先生，你是被 Omega 标记了吗？我的事还轮不到你管吧？盛先生说的对，那我先回房间了，晚安。你的手怎么这么凉？花友，你也等了我很久，对不对？早上9点半给沈总买咖啡，11点半提醒沈总吃午餐，1点半提醒沈总午休，3点半提醒沈总参加部门会议。沈文郎又不是智障，干嘛连吃饭都要人提醒？简直有病！这个小王八蛋，在公司连沈文郎午不午休都要管，回到家却跟我冷战，一句话不肯跟我说。哼，既然他都不理我，那我还巴巴绕远路回这儿干嘛？盛先生，感谢您这些日子的照顾。我仔细想了想，一直打扰您确实非常不妥当。这几天我已经重新找到了其他住的地方，我今晚就会搬走。晚餐在冰箱里，记得吃。另外，您借给我的钱我会按时归还，但是没什么事的话，我们以后就不要见面了。
什么叫以后都不见面了？你去哪？盛先生，你回来的正好，我正好想向您当面道谢，谢谢您这阵子的照顾。再见。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你把我这当什么地方了？收容所吗？抱歉，那你想怎么样？我想怎么样？我想怎么样都行吗？不是，要是还想再见面的话，就算了吧。为什么？不想继续陪我玩只接吻不上床的恋爱游戏了？还是说，你找到愿意永久标记你的 Alpha 了？没有。哎，我不想再这样下去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很喜欢你，每次一想到你跟其他欧米伽在一起，嫉妒就会让我变得丑陋，让我变得不像我自己。这样的我实在太糟糕了。所以我们还是算了吧，以后都不要再见了。盛先生，祝你幸福。话才刚说了一半，你打算去哪儿？我想说的都已经说完了。可我没有同意。华阳，别走，我们坐下慢慢说，好不好？有什么在这说吧，说完我就走。一两句话说不清楚，别胡闹了，把行李放回房间。听话。谢谢。阿勇，我们讲和吧，别再闹了，好不好？我们以后别再吵架了，好吗？好。沈总，您今天晚上有一个商务晚宴，明天约了远南集团的楚总会面，后天呢暂时没有安排。周一的例会资料呢，我会稍后发到您的邮箱。高图人呢？高秘书请假10天，不过您放心，他提前交接好了工作，您的贴身事务呢都由我来负责。又请假？原因呢？
好像是因为家里有事儿。他能有什么事？大概又是去陪那个3天2头就发热的 Omega 吧。哼，无所谓。既然这么喜欢在家里做模范情侣，那就干脆别回来了。他手头的工作你都找别人交接去。是。愣着干嘛？把飞机捡给我啊！哦，抱歉，沈同学，请问可以耽误你1分钟吗？高驼，抱歉，这位同学，请你让一让。沈同学，我只需要1分钟，我并不一定要强求一个结果，我只是希望突破一下自己，可以吗？抱歉，这位同学，你还是去突破别人吧，沈同学很忙。烦死了，就算是拒绝，那也让沈同学自己来对我说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沈同学的拦路狗吗？不是，什么不是？你一个贝塔，天天跟在人家 S 级阿尔法的身边，帮他挡桃花，谁知道你安的什么心？我怀疑你居心叵测，想要独占沈同学的关注，龌龊，不要脸！高驼，你跟欧米伽费这么多话干什么？还不快走！要吐了。我最讨厌欧米伽。下周来上班时，记得把自己身上洗干净。你不知道自己身上的欧米伽气味有多浓吗？不要带着肮脏的欧米伽气味靠近我，臭死了！喂，爸。哎呦，高图啊，你怎么这么久才接电话？哎，爸爸呀，最近看上了一桩大生意，这回报率很高的。这就是还差一点点启动资金。想找你呢，再拿点，还是打在我原来的银行卡上。你要多少？嘿嘿，不多，10万就够了。10万？是不是又去赌钱了？不是，怎么这10万很多吗？哎，你小子在那么大公司上班，肯定也不少赚吧？怎么连10万都不肯给你爸出啊？我真是白养你这么大了，你真是个白眼狼！爸，我只是个打工的，公司大不大和我有什么关系？况且小青还在住院。行，哎呀，就小青那个，他从小就是个病秧子，只会拖累我们，治来治去也不见起色。这依我看啊，这纯属就是浪费钱，拖累咱们啊！还不如早点放弃治疗。你在说什么？小青是你女儿。好，行，那你愿意给她治，你就给她治，好吧？那我要的钱，你看看什么时候能给我转过来？我没那么多，我最多给你2000。什么？2000够干什么呀？你小子赚那么多钱，却不肯给你爸花，这说出去是要被人戳脊梁骨的。我告诉你啊，这钱你要是不给我，我就去你公司闹。哎，我看你以后在公司还怎么做人。好啊，随便你。只是等你闹完了，我丢了工作，你就连这2000块都没了。哎，你高秘书，要是可以，你最好提前2天回来。沈总看你最近总请假，发了好大的火，还撂下狠话说让你以后都不用再来了。
你回来记得跟沈总解释一下，免得以后被针对。其实他根本不需要我，是我一直注视他，不肯放弃。他就像月亮一样闪耀，被群星环绕，而我只是众多星星中最普通的一个。先生，这是我们店最新热卖的单品，是 ABO Design 系列的沐浴露、身体乳和洗发水，味道非常好闻。哦，这款是鼠尾草香味，这款是鸢尾，我们还有兰花味和玫瑰味也非常畅销。先生，你是贝塔，没有原生信息素气味，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尝试一下这些产品哦。留香都非常的长，买一整套还会额外加送一份信息素抑制剂贴。对的，如果您现在没有购买需求，也可以在各大平台搜索垂涎 ABO 宇宙，先关注我们。我们的账号叫垂涎 ABO 宇宙，几乎每周都会有直播，便利店内所有的产品在我们直播间都会给到大家最大的优惠。麻烦帮忙结一下账，我就买购物车里这些就好。我去买点别的。喂，你是4胞胎吗？什么？早上在图书馆做图书整理，中午在肯德基做服务员，下午在水果超市当搬运，晚上又在垂涎便利店做收银。同学，我们是一个学校的吧？你的暑假作业是什么？江户市服务行业的田野调查吗？一共24款。难道四处打工是你的兴趣爱好？不是，这个洗护产品听起来挺有意思的，你也给我介绍一下吧。这款是我们刚刚上架的味道，目前还在优惠期，买一整套还会额外赠送一份信息素抑制剂贴，您需要吗？帮我拿一瓶这个，一起结账。过几天就要开学了，你的暑假作业做完了吗？这种兼职打工能赚几个钱？好好读书才是正事。文浪，你别这么说高图，他是特困生，我们私立学校学费很贵的，他要靠打工和你家基金会发的奖学金来维持生活。高图，对不起啊，文浪他不是有意的。没关系。沈文郎，你还少拿了一瓶饮料，赠送的抑制剂贴你也没拿。送你了？为什么？礼尚往来，每天早上我课桌上的那些早餐，是你买给我的吧？啊？真的假的？高图，你干嘛给沈文郎买早餐啊？文郎他不吃早餐的，而且那种一看就超多添加剂的东西，他更不可能吃了。哎，有这闲钱，不如给你自己多买点午餐吧。吃的比猫还少，以后别给我买这些了，多吃点肉吧。这么瘦，难看死了。早就应该放弃的，不应该再继续做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梦。可是，放弃好难。舍不得放弃，所以宁愿撒谎，靠毫无节制的注射抑制剂来维持贝塔的身份，来维持这虚假的友情。可是，靠欺骗维持的友情，
10年就已经是极限了吧？沈文郎，对不起，我喜欢你。从第1季度到现在，我们投入了近40亿，但迟迟没有明朗的结果。董事会那边的压力也越来越大。有几个举牌股东一致认为，盛放生物全力押宝信息素腺体癌靶向药研制是盛总您在以权谋私。舆情管理部门那边怎么说？不太好，负面舆情影响了我们的股价。更可恶的是 ，HS 集团透出风声说，最近经有关部门特许，他们的靶向药有望在2年内通过临床3期试验，提前投入市场。但这也许只是 HS 集团为了借机刺激股价放出的虚假利好。盛总，您不必太过担心。怎么可能不担心？几十个亿烧光了，却没有任何进展。为了给实验室留足够多的权限，我推行了技术中心制改革，动了董事会那帮老头子的蛋糕。再这样下去，内部反对的声音只会越来越大，盛放迟早四面楚歌。实验组的几个领头人已经下了军令状，让大家加班加点的赶进度。人事方面也一直在积极招募相关领域的专家。盛总，还有件事。什么？我们收到消息 ，X 控股的相关负责人近期会来江户，可能要寻求新的合作伙伴。消息属实吗？已经确认过了，他们会组织专门的交流会，已经给江户头部的生物制药企业都发了邀请函。听说那位先生也会亲自来江户，与最后当选的合作伙伴会面。是吗？那太好了，只要我们也能搭上 X 控股这条线，共享靶向药的专利技术，就不会这么被动了。我不信沈文郎能拿到的东西，我们盛放拿不到。可是什么？盛放生物不在邀请名单里。为什么？公关组还在查明原因，这一点确实很奇怪。毕竟在邀请名单里有许多远不如我们的企业。查明原因，尽快跟我汇报。好的，盛总。陈明明 ，X 控股这次的来访代表是谁？是常宇。好的，我知道了，你先出去吧。盛总，您的易感期快到了吧？您看起来很累，要注意身体，没有什么比健康更重要。好的，我知道了，谢谢。为什么单单不给盛放生物发邀请函呢？上次张会长的晚宴上，我和常宇还打过照面，并没有开罪他的地方，怎么会被针对呢？盛总，我是环宇生物的技术总监久仰。你好。哎，你怎么不去和那边盛放生物的盛总打招呼？你仔细看看盛总的后颈，看那是什么？抑制剂贴？是啊，盛总估计是快到易感期了。他可是 S 级 Alpha， 我一个 B 级的 Alpha， 特殊时期还是少和他接触为妙。被 S 级来一下压迫信息素，不是闹着玩的。不好意思。盛总，常宇到了吗？到了，不过没走正门，从侧门直接进了 VIP 休息室。休息室门口有几个保镖，几个认识常宇的熟人都被挡了回来。我们还是先不去碰这个钉子。一会儿找机会私下敬杯酒。好。盛总，您怎么了？没事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这次一砍期感觉和平时不太一样，有些不受控制。您后背出了很多汗，抑制剂贴都湿了。我带了备用的，您要不要去洗手间换个新的？好。
常秘书，抱歉。盛总在里面。盛总好大的排场，上个厕所也要靠信息素压制，霸着一整个洗手间。盛放生物的傲慢与独裁，我算是领教了。盛先生，你脸色好差。兰花味儿，好香。盛先生，你不舒服吗？去床上躺会好不好？我好难受。我知道，我扶你去床上躺会好不好？好。陈秘书，辛苦你了。盛先生就交给我吧，你先回去，我会好好照顾他的。我好难受。盛先生，松开手，这样我怎么帮你换衣服啊？不放，我不要脱衣服，我就要这么跟你睡。不换衣服怎么睡？这样会不舒服的。我不困。还有，我好难受。我这么难受，你一点都不心疼吗？心疼，当然心疼。盛先生，你先躺好。喜欢我的安抚信息素吗？盛先生，要做个好梦哦。晚安。盛总，最近有传闻说 HS 集团突然成立了反贪污小组，专门针对信息素靶向药研究的核心人员大搞调查，弄得人心惶惶。您看，我们要不要趁机？自古祸起萧墙，沈文郎这个时候搞这么一出，简直是自掘坟墓。你让人事部门成立一个专门的猎聘组，趁着他们内部人心动荡，想办法挖一些核心骨干过来。好，不过 HS 的保密工作做得太好了，我们目前只能查到被调查的对象基本集中在科研组。名单呢？具体名单还在调查中，但是有难度。全平明，是。我不看难度，只看结果。这件事你放手去做，1个月之内我要拿到核心人员的名单，不论付出怎样的代价。好的，盛总。喂，喂，少游，你的易感期快到了吧？这次我们还是一起去度假，好吗？我不是已经告诉过你，我们以后不要再联系了吗？少游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总是出去玩，可是我已经改了。你改不改和我有什么关系？别这么说嘛。我知道你和那个兰花味的 Omega 在一起了，不过乔哥都跟我说了。谈柏拉图式的恋爱是很浪漫，可是少游，你一个 S 级的 Alpha， 易感期没必要自己一个人扛吧？我易感期怎么过，和谁过，都和你没关系。我们只是玩几天的关系而已。如果你还希望我再给你付几个包的账单，可以联系我秘书。以后没什么事，不要再打给我了。
还有什么事啊？少游，我博乔。怎么火气这么大？谁惹你了？你少拿我的隐私到处宣传，我的火气会小一些。嗨，那不行，你知道我的个性，机密的事千万别告诉我，藏不了一点。对了，你不是一赶期快到了吗？我正好要去 P 国玩2天，你要不要一起？P 国的娱乐产业可是很发达，有很多好看的 Omega。不去。干嘛不去啊？去吧去吧，人多热闹。雨山也去。博乔，你别逼少游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少游没事从来都不去 P 国的。哎呀，就当给我面子，一起去吧。不去。我说什么来着？被无情拒绝了吧？我知道他不喜欢 P 国，这不是想帮他克服一下吗？就因为小时候在 P 国弄丢了祖传的怀表，就彻底恨上了 P 国。我们盛总的心眼儿真是比毛孔还小。来，花勇，你躲在这里干什么？你这是什么表情？吵死了！到底是谁？给我出来！你吵到我午睡了，还敢问我是谁？盛少游，你一个 Alpha 欺负一个 Omega。过来，把眼睛闭起来。纸老虎而已，已经被我吓跑了。你别怕，我没别的意思，只是给你一点安抚信息素，你会好受一点。别怕，安静的待一会儿，一会儿就好了。没有信息素的味道，你不是 Omega， 是 Beta。啊，这么可爱的 Beta 我还是第一次见。那安抚信息素对你没什么作用了？不是，我不是贝塔，只是还没有分化。哦，怪不得我闻不到你的味道。不过我就要分化了，你喜欢什么味道？我该走了。盛少游，什么事？我去拿个东西，马上回来。哦。盛少游，你能给我留个联系方式吗？怎么，想要谢我？谢就不必了。以后要是再遇见欺负你的人，别再傻站着不动了，打不过就跑，至少还能保护自己。就这样吧，再见了，小朋友。陈秘书，您想喝茶还是咖啡？我都可以，看您方便。抱歉，没提前约你就直接过来了。没关系，那我给你泡个小青柑。好。
谢谢。盛总去出差了，怕花秘书你一个人无聊，特地让我来给您送本书。什么书？啊，这本啊，前阵子刚跟盛先生提起过，我说我从小就喜欢这本书，一直想再多读几遍。我跟了盛总很多年，看得出来他很在意你。盛先生是很好。陈秘书，盛先生是不是因为易感期，所以才出差的？这是盛总的私人行程，我不太清楚。私人行程啊，我知道了。啊，对了，我还烤了饼干，陈秘书要吃吗？好啊，那就不客气了。别客气，我烤了2种口味，你都尝尝看。陈秘书，陈秘书是很喜欢我们公司发的公文包吗？如果你喜欢的话，我可以送给你。啊，这是花秘书的包啊，我还以为是盛总的，想帮他把名片补充好。上次商务宴会，盛总发现他的名片夹是空的，生了很大的气。盛先生有时候脾气是不太好，辛苦你要多照顾他。不辛苦，都是应该的。快尝尝看，我刚烤好的。啊，我突然想起，盛总让我今天一定要再去一趟实验室，那我就先不打扰了。肯定是工作最重要。那我帮你把饼干打包好。太麻烦您了。见。沈总，您要的白茶。你怎么回事？脸色这么差。我没事。什么叫没事？你照过镜子没有？这样的脸色叫没事？不好意思，我最近可能是没睡好，有一点头晕。头晕？高图，你不是小学生了，身体有问题就应该去看医生，连这点道理你都不懂。高图，你到底在干什么？已经看过医生了，吃哮喘饭了，连打了几天特效针，已经好转了。沈总，这是您要的下个月采购计划预算总结。高图，是，这就是你做的财务报表。采购预算单的总数一栏里多了一个0。高图，你是瞎了吗？抱歉，沈总，是我没有检查仔细。检查？哼，我看你的心思是一点都没有放在工作上，连魂都被那个动不动就发热的欧米伽给勾走了吧？连数字都能写错，我请个小学生来都不会犯这种低级的错误。沈总，报告是财务组和采购组共同拟定的，我只是负责拿过来。抱歉，我前几天不在，所以没能亲自审核这份报表。但是 HS 集团不养闲人，我也没时间听你借口。抱歉，我立马补救。另外，你应该很清楚吧？我讨厌 Omega。是，我知道。那你为什么还敢浑身沾着 Omega 的臭味，还进我的办公室？我……臭死我了！
滚，滚回去洗干净了再来见我。抱歉，沈总，我马上走。他不知道和谁一起去过了易感期，真想杀人。那个陈秘书办事毛手毛脚，放个窃听器，动静大的要命。他身边怎么尽是这些没用的废物？总之，时机已经成熟，一切按计划进行。疯子。